大家好，这是2022年12月11日的影片。那在这个周末呢，我回到江之岛，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江之岛的一个旅行。从前面然后吃很有趣的早餐，然后到上面爬到山上，其实是搭电梯上去的，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它的海边的洞窟，非常的有趣。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这也是在疫情开放后的第一次的一个旅行，这样子。大家还记得2022年的12月吗？那时候台湾和日本刚迎来疫情的大解封，那我非常幸运的获得了 JSPS， 就是日本学术基金会的国际研究员奖学金，来到日本展开为期2年的访问研究。那11月底的时候刚到日本，在手忙脚乱中安顿了3个星期，生活和研究终于上了轨道。那这一天呢是12月11日。生活稳定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决定踏出探索日本的第一步，目的地是东京近郊最浪漫的海岸江之岛。那这不仅仅只是一次小旅行，更是我未来2年日本生活的精彩开场白。影片的一开始呢，是在新百合之丘这个站。那因为是要转车了，所以我就搭车到这里，搭小田急线。那我其实一出站呢，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撼到了，因为这里它是丘陵地形，那他们有很有趣、很聪明的这个都市规划，设计了巨大的高架人工平台，把车站、百货公司、小商店街完美的连接在一起。人在上面走，完全不用的跟地面的汽车争道，视野宽敞又摩登。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利用地形的高架平台设计，非常有趣。那因为呢，距离要搭的浪漫特快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就在附近走一走嘛。那就在附近山丘上看到一个这个神社，这时候已经是12月中旬了。那个山头上藏着一片开着正红的枫叶，在这个微冷干净的冬天空气里，这个红枫让我有一种日本我真的来的踏实感。那车来了，这就是小田急鼎鼎有名的浪漫特快 Romance Car。 流线型的车身一进站就非常的有高级感，坐进车厢，宽敞的视野，舒适的座椅，还有大片向后延伸的车窗，这个移动的过程都充满了度假的仪式感。看着窗外的城镇渐渐变成开阔的风景，心情跟着飞扬起来。火车抵达了终点片濑江之岛站，这个车站外观设计的就像海底龙宫一样，非常的浮夸又漂亮。现在看一下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外观。好，那再来，我要沿着这个变天桥往前走。因为它是位于这个出海口河的这个出海口到海边的这个汇集点。所以看起来蛮有趣的。那继续往前走呢，会经过这个游客服务中心，还有地下道。那穿过地下道，它一边会到西滨嘛，然后会到不同的海边。好，穿过地下道以后，就抵达这个非常著名的桥。这边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桥它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的炎热，非常的曝晒，
所以如果要在夏天用走的，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有一个方向就是在右边这个方向呢，它是会看得到富士山的，也是那个著名的浮世绘的这个。那往下看呢，12月的海水明明很冰冷，海面上却密密麻麻的都是玩水的人。日本人对海的热爱真的不太受这个季节。那一过桥呢，就进到江之岛热闹的传统街道，一路上到处都是诱人的小吃。特别就是那个把整只章鱼压扁，发出叽叽声的超大章鱼鲜贝。那本来是很想来一片的，不过看到这个假日中午的这个排队人潮，还是算了。那我其实呢已经查好了今天中午的真正重头戏了，就是岛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海鲜冻店。那真的不夸张，一抽号码牌，他竟然要我等整整2个小时。不过我今天时间很多，毕竟这是我的第一趟旅日大餐，等再久呢都值得。那在它的街道这样子一直走到底，就会到江岛神社的入口，还有这个搭电梯的地方吼。然后大概逛一逛呢，我就准备回去，因为差不多排队排到了。好，那终于进来了吼。那我就点这个，当然点个啤酒，那点它这个经典的海鲜冻饭。那这个海鲜冻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它里面有布拉希啦。它就满满的就像是一座小山一样，吃下去第一口海水的鲜甜就直接在嘴里爆开，非常的有趣。那现在呢，回到这个搭电梯的地方，我就买了这个电梯的套票。这电梯非常的特别，就是呢，它总共有3段。那它在这个电梯上来的途中呢，它2侧会有播放这个海底生物的影像，还蛮震撼的那上来呢，就会抵达这个神社的这个本殿这江岛神社。那其实它就是神社，一个神社，都是属于整个江岛神社的部分。那透过这样搭电梯，其实算是一个蛮伟大的发明这样我们就不用爬这么远的、爬这么久的这个楼梯了。那好，那现在呢，要记得你的票可不要弄丢了现在要来搭第2段的这个电梯，跟第1段电梯不一样第二段跟第3段它是没有那个影像可以看的。那现在到上来以后，刚刚那个地方它的第2段这里的神社，它是有还蛮好的展望。那我们现在上到最上面，上面等于是一个山顶，一个平台。那这边当然也有住一些人，有一些小小的住屋跟这个店家。那这边有一个花园，这就是我今天要来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的。它呢就是柯金花园，我们叫塞缪尔柯金花园。那这一座花园的名字，它叫做塞缪尔柯金Samuel Cooking。他是一位明治时代来到日本发展的英国商人。他因为太爱江之岛了，所以就把这个山顶这一块地买下来，为他的日本妻子建造了一座融合英式花园和日式庭院的河阳折中大花园。甚至呢，他在1892年建造了一个当时全日本规模最大的热带植物纹饰，这在当年的日本是非常前卫、轰动全国的豪华创举。那大家对郁金香的印象呢，通常是春天，但是这个花园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冬季郁金香。园方呢会利用特殊的冷藏技术，就是球根春化处理，
让大约2万棵的郁金香刻意在这个时节盛开。那这个时间点呢，刚好是江之岛1年1度的超级重头戏——湘南之宝石点灯季。这个点灯活动呢非常厉害，曾经荣获日本3大灯节以及日本夜景遗产的最高荣誉。虽然我们是下午过来天还亮着，但是白天看着几万颗彩色灯泡跟温室遗址的交织，有一种神秘的废墟美感。那再来呢，是要准备要登上江之岛的海之蜡烛灯塔。这个灯塔的重点在于它有360度全景的高空展望，所以我们可以从现在是江之岛的后面，就是靠海的方向，这样子绕一圈。然后最后呢，一定要拍，就是拍它这个整个海湾的样子，还有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这个路，整个江之岛就尽收眼底。另外，它也有一条路可以往上面上去，就是屋外的展望。不过我没有特别上楼，有点居高症。好，那现在要搭电梯下来，那这个电梯也是非常的美。那最后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旁边就是它的这个贩卖部纪念品区，也可以稍微逛一下。好，要出去之前呢，这一区就是非常著名的冬季郁金香区，非常的优美，然后有各种不同的颜色。那因为这个灯的这个闪烁的关系，所以看不太出来，看起来好像它这个紫色灯一直在闪啊。那当然现场它是一个整个都是紫色、蓝紫色的一个状态，然后搭配旁边的银杏，是真的非常的优美。好，那离开了这个花园以后呢，继续往下走，这边有个佛寺，江之岛大师，非常的特别，然后就进来参拜一下。那进来要脱鞋，那它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就第一次看到原来日本的佛寺是这种的一个方式，然后它也有非常美丽的海景。那回到街道，继续往下走，可以看到对面这个悬崖峭壁，还蛮壮观的。说起来也是好险太阳还蛮大的，所以算是温暖。那继续往下走呢，就会发现这个两旁的街道还有很多食物，是蛮可惜的，毕竟在山下已经吃得饱饱的，一点都吃不下。那继续往前走，这里又是神社的一个部分。神社最后这一段的奥金宫这里，它有很多的，一样有很多的御守在买。然后我过来的时候，刚好有遇到这个有人在导览，所以稍微看一下。当然我是听不太懂，只是觉得有人，然后过去看起来是讲的蛮有趣的。继续往后走，这边陡下坡，楼梯的陡下坡。然后我就想说，哇，等一下原路回来不知道怎么办。这边也有一些餐厅它是一样是海鲜冻啊，就海景餐厅。所以后来就觉得，下一次再来的话，不要在下面吃人挤人了，不然来这边吃好了。结果谁知道我第2次来还是在最下面入口的第一家吃。这边的海景应该会蛮厉害的。好，那继续往下走。往下走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边的海边，然后有些人是在外面的，所以代表说这个海边是可以出去的，可以到潮间带，然后去看看它的这个海洋的一些生物。那这边有一个巨大的石灯笼。
这个角度看得到非常厉害的太阳。这个一条这个红色的一个步道，然后往前走就是通往岩屋。这个岩屋呢，因为毕竟它是洞窟嘛，所以它是有一个人流管制的，怕挤太多人进去危险。好，那这边付钱。那江之岛岩屋呢，是传说中就是有巨龙栖息的一个地方。那一开始进来这里呢，它两旁会有介绍这个岩屋是怎么形成的。那当然，进来这一段它是第一个洞窟，这里它有一些石头，那上面有雕像。然后呢，他会发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蜡烛，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古老的小手提灯的方式，然后在前面移动。那它有点在地上有点这个很小的一个灯，然后进来这一段呢，它是一个 Y 字形。我们先往左边的洞窟移动，两旁呢都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是都有这个佛像。然后继续一直走到底呢，它是最后，然后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佛像，然后可以参拜的一个地方。那往回走到 Y 的另外一边，也是一个佛像，它这个高度是非常的低哦，像我都要弯腰才有办法走，所以是有点压迫感。那中间这个地方就是通往第一个洞窟的结尾，这里它有一个休息的地方。那继续往后走，这里一样，它是有一个步道。这一次的步道就没有用这个红色的栏杆哦，它是用深褐色的栏杆。然后到了第二岩屋，这个第二岩屋就很不一样，它上面有很亮的灯。不好意思，我这个边的闪烁也是没有调好，所以它会看起来一直在闪烁。那往下走呢，就会看到这个龙的雕像。那要排队，我就看大家在排，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排。然后就等到我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不知道他都没有反应，我就走了。结果等到下一个人一过来，就听到轰一声很大声，然后周围的灯都亮了。原来呢，要拍手啦，神社参拜，所以就是鞠躬拍手，然后那个龙就会有反应，给你一声吼这样子。然后周围的它上面的那个点点的灯也都会亮起来，所以站在龙王前面这样子，因为我没拍手，所以就跟他擦身。那走出洞窟呢，就在岩场旁边听听海浪声、玩水。看得出来，这个太阳已经逐渐下去了，虽然距离这个天黑还有一段时间。那再来呢，要来这个非常困难的爬坡了，爬楼梯，要爬回去，爬一小段就要休息了，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陡峭。好，那继续在折返的时候呢，我就顺路绕去了一个情侣圣地——龙恋之钟。这是近年来，其实在日本很多景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钟哦，所以要来敲一下。它12月了，还有这么多花，它是还蛮厉害的，在这里。这个就是一个敲钟。那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像花园的地方。往外移动，吃完冰淇淋后呢，我现在是走另外一边下山，就是我没有走本来这个神社的道路下山哦。它其实照旁边下去还蛮快的，
很快就可以抵达外面。那我就过桥，然后到这个商店街这里，那最后会通往江之店、江之岛站这边。这附近还蛮热闹的，它这个车站真的是江之店这个车站真的是蛮有特色。江之店呢，它是从1902年就开始营运哦，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20年的历史。它的特色呢，同时包含了一般铁道，然后路面电车以及紧贴着民宅后门窗开过去的一个线路，非常的特殊。然后最后还会冲向海岸，所以从就是民众的这个住处，然后忽然就到海岸了，这样子非常的特殊的一个列车。不过要注意它的班次，还有它相对比较容易误点。那我这边就搭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车站这里。那这个镰仓高校前站的一个平交道，它成为就是因为《灌篮高手》的关系，所以成为一个就是动画漫画迷就是一定要来看的一个就是平交道。不过呢，我是到就是往前走的一个平交道，而不是在大家都在拍的那个平交道，因为实在是人太多了所以在这边拍，而且这边也拍得到江之岛这个角度，所以是蛮有就是我们挑了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就是一样是平交道的一个地方。其实这边离一般他们在拍的平交道大概就100公尺左右的距离，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那这边拍完以后呢，我还是回到了这个大家都要拍的一个圣地这里。那因为实在是很多人所以我还是就简单的补了几张照片，那就准备搭车回去。那我就搭江之电回到藤泽站。这个一到藤泽站我就吓到了，整个树上它的这个路树充满了鸟，一直叫，非常的惊人。藤泽这个车站呢，算是这个湘南海岸边的这个一个算是蛮热闹的一个车站。那我到这边以后呢，我就准备搭电车回去。那很快呢，就搭到马奇达，就是的这个平田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车站，在这边转车，叫横滨线。后来也跟这个车站也非常的有缘，常常来这边，甚至还有跑来这边，然后从这边开始跑回学校，大概20公里，因为非常的热闹。然后最后回到桥本的这个 MIUI， 这个也是我后来一个非常有很多密切关系的很常来的一个百货公司，算是小型的百货公司。那接近圣诞节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圣诞灯饰都拿出来了，非常的温馨的感觉。然后这是一家印度料理店在这一家印度料理店，就是我未来的2年呢，就跟这一家店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